你别看古代皇帝穿龙袍坐龙椅，威风得不得了，其实真要看一眼朝廷的内部账本，他当场就得心梗。越是大一统王朝，越像一家随时会破产的超级公司。养官、养兵、基建、赈灾，哪一项不是吞钱的无底洞？遇到打仗更是现金流火葬场。皇帝坐在上面天天发愁，下个月的工资、公积金到底从哪儿来？只能逼得他们化身搞钱狂魔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古代政府是如何搞钱的。很多人看古装剧总有个误解，觉得皇帝坐拥天下，国库里银子堆得像山一样，天天琢磨的不是怎么花钱，就是怎么选妃。这纯粹是爽文看多了。真要把古代大一统王朝当成一家超级大公司来看，皇帝名义上是董事长，其实就是个天天掉头发的首席执行官。这家公司的日常开销大得吓人，首先是基础运营，全国几十万官僚的工资，各地修路造桥的基建。其次是刚性支出，突发的水灾、旱灾、蝗灾得拨款赈灾，不然灾民分分钟揭竿而起。最可怕的是无底洞项目，那就是打仗。只要开战，战马一抬腿，那烧的都是真金白银。皇帝坐在龙椅上，看着底下群臣高呼万岁，心里其实都在默念同一句话：钱从哪来？不信我们看两个历史上的大项目经理。第一个是秦始皇，这位大哥刚统一六国，按理说该歇歇了吧？不，他立刻开启了地狱级难度的连续创业。今天下令修一条全国大驰道，明天要把长城连起来，后天要盖阿房宫，顺便连死后的豪华海景房骊山陵也一起开工了。秦始皇表面上是千古一帝，背后其实是个超级工程项目经理，天天开大项目，钱和人都得从民间硬生生抽出来。再看另一个典型的碎钞机，汉武帝刘彻，这位爷更狠。文景之治2代人攒了70年的家底，国库里的钱多到穿钱的绳子都烂了。结果汉武帝一上台，大手一挥，要跟匈奴梭哈。打仗确实热血沸腾，但战争不是喊口号，骑兵、战马、粮草、赏赐全是现金流。最后的结果是，文景之治攒下来的超级家底被他几年大兵团作战打得差不多了。你别看皇帝穿龙袍坐龙椅，好像全天下都归他，真到财政会议上一看账本，也得沉默3秒。这个月工资怎么发？边军粮草怎么运？灾民救不救？宫殿还修不修？这不就是古代版公司现金流快断了吗？既然公司要活命，就必须得有稳定的主营业务收入。在古代那种纯农业社会里，最大的资产不是互联网流量，而是土地。只要老百姓还在种地，朝廷就有基本盘。因此，古代政府最基础、最稳定的搞钱招数就是收田税。这个商业模式简单粗暴，你有地，你种粮，你交税，只要天下还在种地，朝廷就有基本盘。汉朝长期实行田租，文帝、景帝时期税率比较轻，出现了文景之治。这说明政府不是收得越狠越有钱，有时候让百姓喘口气，
国家反而更富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套系统一定会遇到底层问题。到了唐朝前期，朝廷搞的是租庸调制，核心也是按土地和人丁征收粮食、布匹和劳役。然而，所有大公司的老系统运行久了都会卡顿。古代最大的社会规律就是土地兼并，有钱人后来把地越买越多，普通农民地越来越少。结果政府一看，坏了，穷人没钱交，富人又会利用政策避税，这系统开始卡了，租庸调也就收不动了。后来扬言搞两税法，改成按资产和土地收税，说明政府也会被现实逼着改系统。田税就是古代财政的会员订阅费，你只要在这个国家种地，朝廷就默认你开通了年度套餐。不过光盯着地可不够，朝廷很快发现，只要你在这个地盘上喘气，本身就是能变现的。所以除了土地税，古代还有人头税，也就是按人口收钱收布，逻辑非常直接。你是国家登记在册的人，你就有义务给朝廷贡献资源。听起来离谱，但在古代非常常见。秦汉时期的算赋、口赋就是典型的人头税。成年男子要服兵役，孩子有时也要计入口赋。对普通家庭来说，多一个人不只是多一双筷子，还可能多一份税赋。西汉昭帝、宣帝时期休养生息，财政压力相对缓和。但如果碰到战争频繁、工程频繁，人头税就会变成百姓的重担。古代老百姓最怕什么？不是只怕交钱，还怕登记。你一旦进入户籍系统，朝廷就知道这个人能种地，能当兵，能搬砖。你以为你是普通百姓，其实在财政账本里，你是一个可调用资源包，活着交钱，死了销户。这就是人头税最冰冷残酷的地方。如果老百姓连这点人头税都掏不起了，朝廷还有更绝的，直接让你拿肉体来抵债。古代政府不一定只收钱，他还收劳动力，修长城、修运河、修宫殿、修道路，都需要大量人力。政府如果没钱雇人，就直接征发百姓服役，这是古代国家最硬核的人力众筹。秦朝修长城、驰道、离山陵，征发大量民力。秦王不是只因为暴政一句话，而是国家动员能力太强，压榨强度太高，百姓承受不住，壮丁全去修长城了，地里的庄稼没人收，百姓退不可退，只能把锄头换成大刀。隋炀帝修大运河，征高句丽，工程和战争叠加，结果把国家机器开到爆缸。大运河本身有长期价值，但短期负担极重，百姓没等到红利，先等来了崩盘。徭役这东西说白了就是古代版老板说公司现在困难，大家先无偿加个班。问题是这班一加就是几个月，不包吃住，路上还可能累死。你说百姓能不急吗？国家项目确实宏大，可老百姓不是幻灯片里的资源点，他是要吃饭的。但总是强迫老百姓无偿加班，容易激起民愤，于是朝廷转换了思路，开始在大家的日常刚需上动脑筋。盐人人都要吃，铁关系到农业和兵器，这两个行业一旦由国家垄断，财政收入就非常可观。
古代政府不懂互联网，但非常懂刚需垄断。汉武帝时期，为了支持对匈奴战争，实行盐铁官营，把盐、铁、酒等重要行业纳入国家控制。桑弘羊是其中关键人物，他通过盐铁专卖、军书平准等政策，帮助汉武帝筹集军费。他在不增加表面田税的情况下，给汉武帝筹集到了天文数字的军费，直接把匈奴赶到了大漠北边。但盐铁官营也引发争论，后来有著名的盐铁论大辩论，贤良文学批评国家与民争利，桑弘羊一派则认为不这样搞，边疆军费从哪儿来？盐这个东西太狠了，你不买奢侈品可以，你不穿名牌也可以，但你不能不吃盐。朝廷一看，这不就是完美商业模式吗？用户刚需，复购稳定，全国市场没有竞品，放今天，这就是超级独角兽。然而，垄断刚需虽然赚钱快，但朝廷如果觉得还是不够过瘾，最直接的特权其实在钱袋子本身。古代政府还可以通过控制货币来搞钱，铸币权在国家手里，政府可以发行新钱，改币制，提高币值。但这招很危险，用好了能稳定经济，用坏了就是通货膨胀，百姓手里的钱直接缩水。汉武帝发行五铢钱，统一币制，加强中央财政控制，这是正面案例。但更多的时候，控制货币变成了朝廷合法抢劫的工具。王莽改制时疯狂改币，今天一种币，明天一种币，货币种类复杂，价值混乱，百姓和商人都被搞懵，经济秩序大乱，普通人看完直接退出登录。宋朝出现交子，是世界上较早的纸币，最开始是商业发展需要，后来元朝、南宋政府也通过纸币发行缓解财政压力。但到了后期，纸币滥发，问题严重，财政信用崩塌，钱就变成了纸。货币这东西本质上靠信用，朝廷说这张纸值1贯钱，老百姓信它就值，老百姓不信它就只能糊窗户。利用改币搞钱就像是饮鸩止渴，虽然短期内能让账面好看，打个补丁，但代价是直接透支了国家的终极信用。既然连货币的信用都快玩砸了，朝廷干脆撕下文雅的面具，开始明码标价兜售自家的公务员编制。卖官鬻爵是古代政府的高危搞钱方式。朝廷财政困难时，会把官职、爵位、荣誉、身份拿出来卖，短期能回血，长期会破坏官僚系统，导致腐败加剧。汉武帝后期为了筹措军费，曾允许出钱买爵赎罪。到了东汉末年，汉灵帝卖官非常有名，甚至明码标价在宫廷里开了一个官职商城，3公9卿都可以拿钱买。朝廷像开了一个大型电商平台。明清时期也有捐纳制度，尤其清代中后期财政困难，捐官成为一种常见补充财政手段。虽然朝廷规定多半是虚衔，但这种操作直接导致了官僚机构的严重臃肿和腐败。卖官这个事，短期看是朝廷回血，长期看是系统中毒。你想，一个人花大价钱买了官，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为人民服务吗？
别闹，他先得回本儿。于是权力变成投资项目，地方治理变成暴力催收，百姓变成收益来源。卖官虽然暴利，但见效周期还是太长。想要一夜暴富，最快的捷径其实是定向清除某些大胖子。所以抄家和罚没也是古代政府搞钱的重要方式，尤其是权臣、贪官、富商倒台之后，家产被没收，直接进入国库。这种方式见效快，但它不是稳定财政收入，更像一次性拆盲盒。明朝严嵩倒台后，家产被抄，传说极其惊人。严嵩父子长期把持朝政，财富惊人，最终成为皇帝和朝廷财政的回收对象。清朝和珅被嘉庆抄家，民间有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的说法。虽然具体财富数字常有夸张，但和珅家产庞大是事实。嘉庆刚亲政，就处理和珅，既是政治清算，也是财政回血。抄家这事对朝廷来说，有点像突然发现一个隐藏金库，平时财政紧巴巴，一抄大贪官，金银珠宝全出来了。但问题是，这钱不是月薪，是年终奖，而且还不保证年年有。国家财政总不能靠天天开盲盒过日子。既然盯着贪官不能天天有，朝廷便把目光转向了民间那些低调奢华、手里握着海量现金的商人群体。古代政府一旦缺钱，商人往往会成为重点目标。农业社会重农抑商，但商人有现金，有流动网络，所以国家需要钱时经常盯上他们。汉武帝时期实行算民和告民，算民是向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高额财产税，告民则鼓励民间举报隐匿财产者，举报成功还能分一半财产。结果导致全国掀起了疯狂的告密狂潮，很多富商被打击流产，国家获得大量财富，但民间的工商业也几乎被一脚踩死。明朝对商业征税相对保守，但晚明白银经济发达，财政却因为税制僵化收不上钱，最终出现民间有钱，朝廷没钱的局面。清代盐商极富，尤其两淮盐商，既是政府财政工具，也是皇帝南巡的重要赞助者。商人在古代地位很微妙，平时朝廷说你不如农民高尚，等缺钱了又发现，哎呀，还是你好，有现金。于是商人就很尴尬，平时没地位，关键时候有义务。放今天说，就是你不是核心员工，但公司团建要你全额赞助。如果把国内的富商和老百姓都炸得差不多了，该怎么办？朝廷最终只能选择走出国门，去外面风险投资。有些政府搞钱，不只向国内收，也向外部拿。打赢战争后，可以获得土地、人口、贡赋、战利品。古代国家扩张，有时不只是为了面子，也有财政逻辑。秦灭六国后，把六国的财富、人口纳入秦帝国体系，这是统一战争后的资源整合。汉武帝打通西域，不只是为了打匈奴，也带来贸易路线和战略资源。唐朝前期强盛时，周边政权朝贡，朝贡体系既有政治象征，也有经济往来，但战争也可能亏本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，明朝万历三大征，清朝后期对外战争失败，都是财政黑洞。
打赢了可能回血，打输了就是国库穿底。战争是古代最刺激也最烧钱的项目，赢了叫开疆拓土，输了叫财政暴雷。皇帝在地图上画一条线很容易，前线士兵吃什么，马草谁运，军饷谁发，这才是现实问题。历史上很多王朝不是被敌人一刀砍死的，是被军费慢慢放血放死的。一旦对外战争打输了，不仅没抢到钱，还要赔款，走投无路的朝廷就会陷入最后的疯狂，开启补丁收费模式。当正常财政体系不够用时，政府就会开始加派、摊派、临时征税，名义上是临时，实际上经常变成长期。财政制度一旦靠补丁维持，说明国家机器已经开始进入危险状态。明朝后期，由于打仗缺钱，朝廷开始疯狂加派，为了应付东北辽东战场的军事开支，强行加征粮饷；为了筹集镇压国内起义军的军费，强行加征缴饷；为了训练地方新军，又强行加征练饷。崇祯不是完全不想搞钱，而是税制僵化，官僚低效，最后只能不断加派，越加越乱。清末面对赔款、练新军、办洋务，也不断增加财政压力。地方督府掌握财权，设立厘金等各种临时商业税，雁过拔毛，中央财政反而越来越虚。临时税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临时两个字，很多东西一开始都说临时，临时加一点，临时撑一下，结果难关没过去，临时变永久，百姓直接被强制续费。你想取消，不好意思，系统繁忙，拒绝访问。当这些打补丁的强制续费彻底把老百姓逼上绝路时，也就是大公司关门清算的时候了。所以你看，古代政府搞钱从来不是简单一句收税就完了，它背后是一整套国家机器，土地、人丁、盐铁、货币、商人、官职、战争，甚至连最沉的家产都能变成财政收入。一个王朝健康的时候，搞钱靠制度；一个王朝虚弱的时候，搞钱靠补丁；一个王朝快完的时候，搞钱就只剩下硬抢。历史最扎心的地方就在这儿，国库空了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百姓不信朝廷了，官员不信制度了，商人不信货币了，士兵不信军饷了。钱没了还能再收，信用没了，这个王朝基本也就该下播了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，欢迎点赞和订阅频道，再会。